强，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9号，也就是离大选现在还有整整的半个月。川普总统呢是拼命的冲刺，他呢马不停蹄在全国每个州里面到处他的演讲造势机会。昨天川普总统居然来到了我自己所居住的加州的这个县，叫城县，就来到我每天开车经过的这条道路，叫牛泡的 Beach。也就是川普总统呢，他是到我们加州呢一个私人俱乐部来参加一个他竞选造势的一个筹款活动的，也就是进入这个私人俱乐部进行筹款活动的这个会员的入场券呢，那么就要$2800，这是美国法律规定，那么个人向一个公众政治人物捐款的一个最高上限。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昨天就是来参加这个私人俱乐部为他自己这个大选筹款的来进行的一个筹款活动。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网络上我们都看到在川普总统他竞选过程中，他的这个筹款的这个水平呢是低于拜登的，也就是民主党他这个筹款的这个能力很强，拜登呢是比川普呢多筹款呢多了好几亿美金，这个一点都不要感觉到奇怪，因为美国呢可以讲绝大部分的富豪是支持拜登的，是支持民主党的。你可以去调查一下美国那些大学的教授学者，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包括加州硅谷的那些顶尖的那些科学家们，这些人他们基本上都是支持民主党的政策的，未必是支持拜登本人，因为拜登他是民主党推选出来的竞选人，那么支持民主党毫无疑问来讲就是支持拜登了。那么尽管拜登现在丑闻缠身，他儿子亨特拜登的这个电脑门呢将会爆出更多的拜登这个家族跟中共跟俄罗斯跟乌克兰多种腐败，那么这种腐败是民主党的这些大佬们普遍存在的，也就是民主党的高层，包括南希·佩洛西包括克林顿包括希拉里包括奥巴马他们通通都有这方面的问题。通过拜登儿子亨特拜登这个电脑笔记本的这个泄露的这些邮件，就可以看出这些大佬们他们的子女们之间的勾结跟中共的勾结，这个里面的细节还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很快呢会不断的浮出水面。目前来讲，就是美国 FBI 呢帮助拜登家族呢隐瞒了很多。那么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参议员约翰逊呢已经要求 FBI 呢在本周四22号之前要回答他提出的6个问题，并且这6个问题要公布于众的，也就是 FBI 一直为拜登和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通过这个笔记本泄露的这个大量的政治邮件，以及他个人色情的一些淫秽的图片，这些问题调查的真实性，并且 FBI 为什么一直要帮助他隐瞒，这是人们不断的追问的问题。也就是 FBI 现任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呢，是川普总统在2017年任命的。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是非常信任克里斯托弗·雷的，不然不会把一个不信任的人安排到如此重要的岗位，这不是一般的岗位啊。可以讲，在美国总统他选拔的各个内阁成员里面， FBI 的局长和中情局局长毫无疑问来讲是比一般的部长都要重要的。
你比方说赵小兰任命为交通部长也好，劳工部长也好，这个职位远远没有 FBI 局长重要，因为 FBI 局长他是掌握了所有在美国国内里面所调查的各种政治人物，他们家族啊、本人啊，包括腐败啊，包括勾结外国啊，包括他们本人对其他政治人物陷害啊 ，FBI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线索，非常非常多的情报。像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川普总统怎么可能交给一个不信任的人呢？但是川普总统确实他是一个政治素人，大家都知道，川普不过是一个商人出身，他在进入白宫之前连个村长也没当过，他根本没有政治团队。由于他没有政治团队的话，当他接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大量的内阁组成的这些部长啊、这些要人啊，川普从哪里去考察呢？他总不能把他过去施工队里面的包工头全部安排为部长、安排为局长啊，所以他只能从共和党原来有基础的共和党里面的一些政治人物，或者他自己了解，或者他接触过的，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一些人里面挑选他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的内阁成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被川普挑选得好，这个人也对共和党很忠心，同时所表现的他个人的价值观跟川普完全一样，那么这样的人就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个里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蓬佩奥。蓬佩奥在过去跟川普根本不认识，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可以讲绝大部分，包括现在川普总统内阁里面绝大部分的人对川普都是不看好的，因为民主党是完全否定川普，共和党里面也没有几个人看好川普，因为他们认为川普不过是一个亿万富翁，是个花花公子，哪能有这个水平来当美国的总统呢？但是最终川普竞选获胜以后，很多人呢就改变了他们对川普的态度，因为从川普执政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这个人不简简单单是商人，而且这个人非常有勇气，打破了华盛顿里面所有政治圈里面的那些怪圈，也就是所谓政治正确所形成的对华盛顿里面政治上的那种腐败和黑暗，全部给川普一下子就把它撕烂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多的共和党原来的一些政治人物呢，都积极的呢靠拢川普。所以说川普是有人可用的，只是呢他用这些人之前，他真的是对这些人了解不多，而且绝大部分人在当时呢，他们都反对过川普。最典型嘛，你可以看，无论是彭斯副总统还是国务卿蓬佩奥，他们在川普最初竞选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支持川普的，他们没有看好过川普。唯独彭斯呢，是川普总统打电话邀请彭斯出任副总统，愿意成为竞选搭档伙伴的时候呢，彭斯呢很认真地考虑了川普的这个请求，而且彭斯什么事情都是要跟太太商量的。按照彭斯回忆就是说，当他接到川普总统这个电话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因为他没想到川普总统会选中他作为竞选搭档。这时候呢，他跟川普讲说，我需要跟太太商量一下，然后我给你回复。其实，在彭斯接这个电话的时候，他的电话开的是免提的，也就是说，他的太太在旁边完全听到彭斯和川普总统交谈的所有电话内容的。当时彭斯讲，他电话还没有放下，他太太就不断地对他点头，他就知道太太是支持他的，因此他很快就给川普回了电话，告诉川普他愿意跟川普成为竞选伙伴、竞选搭档，一起竞选2016年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那么毫无疑问来讲，彭斯副总统和川普总统这对黄金搭档，在整整第一届他们这个执政的过程中，已经交出了让美国人民非常满意的大选。那么在川普看中彭斯这点上面，可以明确地显示川普的睿智和川普的智慧，也就是川普怎么不随随便便挑一个共和党里面那些政治声望都很高的人，而偏偏看中彭斯呢？就是因为彭斯他有绝对的政治历练，而且彭斯这个人真的是绿园测红花最好的合作伙伴，他是一个完全能够做好副手，辅助好川普政治韬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领导人。尤其是彭斯副总统，他丰富的政治履历，他认识非常多的共和党里面优秀的精英、优秀的年轻人物，他把很多优秀的青年才俊都推荐给了川普。最典型的就是蓬佩奥。蓬佩奥在引起川普重视之前，川普对蓬佩奥基本上是不了解的，是彭斯副总统大力推荐了蓬佩奥，才让川普总统注意到了蓬佩奥。经过川普总统的考察，他完全认定彭斯副总统所推荐的这个蓬佩奥一定是他自己未来选拔的美国的栋梁之才，所以说川普总统毫不犹豫就任命了蓬佩奥担任了中情局局长。你要知道中情局局长是多么重要的职位啊！而川普总统任命了中情局局长是蓬佩奥，任命了联邦调查局局长是克里斯托弗雷。这两个人本来都是应当完全尽他们自己的能力为美国服务，为共和党服务，为川普总统下一届任期的连任奉献他们自己所有的能力的。蓬佩奥做到了。蓬佩奥可以讲，无论是担任中情局局长还是担任国务卿，他完全在弘扬美国的传统价值观，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川普总统连任的这个大选的这个形势下，蓬佩奥做到了他自己最好
所以说，蓬佩奥毫无疑问来讲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国务卿。而克里斯托弗雷呢？克里斯托弗雷他掌握的重大的情报，尤其是掌握了拜登他儿子亨特·拜登电脑门里面这个跟乌克兰跟中共勾结的重要的情报，在川普总统去年年底被 Nancy Pelosi 民主党第二次弹劾的这个过程中，本来这个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里面泄露的这些重大的跟乌克兰勾兑的这些邮件，都可以成为川普总统他反正的最有力的证据。而克里斯托弗雷作为 FBI 的局长，他居然把这些重要的证据把它隐瞒了，把它压下来了，没有向白宫汇报过，也没有向川普总统汇报过，让这个证据就石沉大海。如果不是这一次朱利安尼拿到了这个硬盘，朱利安尼通过《纽约邮报》公布了这些信息的话，那么谁知道亨特·拜登这个电脑笔记本里面藏了多少跟乌克兰跟中共勾兑的这些腐败的证据呢？这些腐败的证据本来对川普总统击溃南希·普洛西栽赃到他头上的所谓通俄门，以及想把他弹劾掉的这个听证会上面，川普总统完全可以成为非常有力反击的武器。而 FBI 克里斯托弗雷悄悄把它藏起来了。在这一点上面，所有共和党的政治家们，包括共和党的参议员，包括共和党的众议员，他们现在纷纷都写信要求 FBI 做出明确解释，也就是克里斯托弗雷，你在帮谁隐瞒？你为什么要隐瞒？你隐瞒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毫无疑问来讲，克里斯托弗雷是辜负了川普总统对他的信任吗？这个人，我认为马上就应该得到解释，甚至对他隐瞒各种证据、勾结拜登家族的这些腐败的现实，美国的法院应该追究他的责任。当然了，这可能不光是克里斯托弗雷的责任，因为克里斯托弗雷毕竟只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他还有他的上司，还有司法部的部长巴尔。巴尔也是川普非常信任的人。现在巴尔是不是能够维护川普总统的团队，还是巴尔跟克里斯托弗雷他们另打了算盘？这个我相信美国都会调查清楚。现在大选在即，不是川普总统他去肃清内部这些腐败、整肃内部通敌的人，而是川普总统现在要摒弃不友好、不安定的因素，维护他整个这个选举大局，争取自己连任。如果不能连任，那么可以所有的阴谋都得逞了。也就是川普总统如果一旦不能得到连任，那么所有要打败他的敌人，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为了粉碎这些人的阴谋，川普总统必须得到连任。所以说，川普总统为什么他马不停蹄的在全国各州每天都出席各种竞选造势集会，包括礼拜六、礼拜天，他也赶到教堂去做一些礼拜活动，这都是跟广大基督徒、跟那些主教、跟那些教父、跟他们之间的一种融合，也是川普总统向上帝在上帝面前表白他自己的心迹。我们看到一个视频短片，就是川普总统他在上周在做礼拜的过程中，他拿出一些零钱来作为捐献。因为在教堂里面，作为每一个教徒，他向教堂做一些捐献是他们的一种常态，这是基督教徒经常做的一种施舍和捐款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是放在中国的富翁呢，中国的土豪呢，都是随手一甩就是好几万，而且会高调的炫富，而在美国就不这样。总统，你可以看他这个细节，他先掏出钞票来，然后低调的去数了几张，然后把多余的呢放回口袋，他又把手中的这个钱呢数了一下，然后他握在手中，等着义工呢来取这个钞票。他处理的非常的小心低调，这就说明是川普总统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很多人都说川普当年很高调、很炫富啊，那是川普当年做生意的时候，那不过是商场生意上的一种手段。
并不是他的品行。作为他现在来讲，既是亿万富翁，也是美国总统，他不更可以炫富吗？不更可以高调吗？但是他没有。你装还是不装，可以讲上帝知道。川普总统只是一个拿年薪1美元的总统，你从他的这个小心翼翼的动作，你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谦虚和坦诚的。这就表示政治人物你说的和你做的要一样。而拜登呢？拜登大家记不记得2014年时候，拜登他曾经有过一个大儿子，因为呢老刘去世。在那次老刘去世的时候呢，这个所有的媒体都大肆炒作的。当时炒作的时候，我人还在中国，看过一个所谓叫感动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拜登因为他大儿子患有残疾，然后在他去世的时候，拜登因为了替他大儿子要偿还他的这个巨额的医疗费，他准备呢卖掉他那个大房子，也就是美国副总统到了卖房来替儿子还医药费的地步啊。当时这个报道说，奥巴马紧紧地拥抱他，告诉他说：“乔，你不能卖你的房子，你这个房子一定要留给你自己和你的孩子居住的。那么你现在欠的那么多钱，没关系，我借给你，因为我获诺贝尔奖的那个奖金还没用呢。”所以当时这个网络上都炒作的拜登感动中国的故事，好像拜登这个人是多么高尚的英雄义举。实际上呢，拜登卖房子吗？拜登不但没卖房子，他在2017年时候又买了一栋超豪华的别墅。拜登的小儿子2010年就跟中共做生意了，已经搞到了多少亿美元啊！这个卖房子，这都是忽悠给老百姓看的，忽悠给选民看的。拜登会去卖房的，拜登只会再买进新的豪宅。所以说，这个冰山在逐步的消融，很多他们腐败的证据在不断的浮出水面。共和党众议院的领袖叫麦卡锡，他在接受福布斯新闻台对他采访之后，他就明确说到，中国正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目标就是要扶拜登上台，要打掉川普。所以说，在《纽约邮报》爆出的这个亨特·拜登他这个电脑笔记本的这件事情之后，脸书也好，推特也好，他们可以讲叫狼狈为奸。他们粗暴地干涉美国公民的言论，他们删除了很多跟这件事情报道的新闻，而且停掉了很多相关的账号。他们这种粗暴的干涉言论，都是因为曾经有过一个美国所谓保证言论自由的230法案。这个230法案已经沦为社交媒体，包括脸书、推特、谷歌公司，他们免责的挡箭牌了。It is out in the public right now that China is trying to influence our election. That's what the FBI tells us.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ountry, the one that has one of the largest economies coming after us, and they have a directive of what they want to do. They want to assist Joe Biden. Exactly what big tech is doing as well. Big tech should be ashamed of how they're so clearly trying to aid the Joe Biden campaign. Just so your viewers understand, the American public desires free speech. S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reated a liability protection for tech companies to have a platform like Facebook and Twitter for liability protection where they cannot be sued. So they just let information out. People are able to say what they want. But now we're watching that big tech is using this and censoring individuals. Even they're censor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y're censoring newspapers, they're censoring Americans based upon what they believe. They want to influence you for what you can think and what you can say. So it is time now that we scrap Section 230 and we start over. Just as China's trying to influence our election, we now find that Twitter and Facebook are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nd they should be ashamed,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is outraged about this. When would you expect that legislation to happen? I mean, do you think this is a 2021 affair, that they lose that liability protection? If your viewers go out and vote, and they move forward like on our commitment to America, and we become the majority with just 17 seats to do that, I could promise you you'll see this legislation in January. But just as Nancy Pelosi has held any COVID relief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she has held up any legislation that will hold big tech accountable. 所以说，麦卡锡强调，共和党在众议院一旦获得多数席位以后，将立即会废除这个跟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所冲突的230法案。所有社交媒体没有权利干涉人们的言论自由，他们必须要承担他们相应的责任，他们绝对不可以随随便便在他们自己的平台上删除美国公民的言论。任何一个美国公民在这个平台上发表的言论，都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如果你触犯了美国的法律，毫无疑问来讲，美国的法院会追究你的责任，而平台是没有权利去删帖的。现在这种删帖行为跟中国共产党中宣部控制他们大陆人民的这个言论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目前来讲，《纽约邮报》所揭露的拜登家族存在的巨额的美元交易、巨额的巨大腐败，在国会参众两院不断的调查过程中，会把很多历史事实最终全部呈现在人们公众的面前。
而脸书、推特和谷歌是不允许删帖，让大家自由的浏览这些信息，让大家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去做正确的判断。好，我们谈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话题。我们第二个话题就是谈中共他怎么把他的红卫兵的舞台延伸到海外去的。就是根据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叫曾厚仁，他发表的一个讲话，10月8号有2个中国驻斐济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在台湾驻斐济代表处呢举行的这个双十节国庆的这个酒会上，在现场大吵大闹。我们呢先看一段资料片，通过这个资料片，大家就知道在斐济在10月8号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国驻斐济的一个代表处呢，在10月8号的时候，是为了国庆来先行进行国庆的一个酒会。没有想到，中国的外交人员竟然闯进了我国的一个国庆酒会，甚至还动粗打人，打伤了我方的一个驻外代表的人员。而这件事情是直到现在才在立法院给披露出来。而外交部次长也证实这件事情，来听听他怎么说。今年10月8号，我们驻斐济代表处在办国庆的这个酒会活动的时候呢，是有中国驻斐济大使馆的官员来闹场我们的代表团成员伤势怎么样？伤势我的了解是并不严重。不严重，听说有送医吗？有送医是因为我们要做验伤的证明等等我特别关心到。根据了解，我方被打伤的一个外交人员呢，现在已经是先行去验伤，准备来进行后续的一个法律事宜。而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中国欺门踏户侵入我国的一个国庆的一个外交的场合，甚至还打伤人。斐济方面呢，也提出了严正的一个抗议，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容许在斐济内部给发生的。但是10月8号发生的事情，已经经过快要2个礼拜的时间，才在立法院给披露出来。而现在呢，也成为朝野之间的焦点，因为毕竟我国的外交人员是因此而受伤的。而这样的一个事情，后续的一个追究，以及是否会造成两岸在外交上的一个波澜呢？后续将持续的掌握当中。那么这个资料片大家就看过就知道了，是斐济在10月8号，本来台湾驻斐济的这个代表处呢，他们召开一个迎接双十国庆的一个酒会招待会。这个会场上面呢，来了中国2个外交官，这2个外交官不仅他们2人，还带了一些当地的所谓侨领的领袖、华侨社团的负责人。他们到这个会场上，首先他们是拿着照相机对所有到场的人员进行拍照。他们拍照的目的就是为了日后恐吓别人因为斐济呢跟中共的关系很好，中共呢给斐济呢输送了大量的旅游资源，而斐济的主要的几个领导人，就是总统、副总统，什么议会的议长呢，都被中共在这个事先呢已经请他们宴请过他们，和他们之间有很好的勾兑关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绝大部分都是跟中共他们家族之间有利益勾兑，那么然后呢就出卖他们这个国家的利益。当然了，斐济这种小国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靠中共什么一带一路带到混混，给他们增加一点旅游资源，这样的话呢，这个国家呢就完全呢是倒向中共，出卖自己的良知，对台湾呢是一再限制。那么台湾的外交人员本来在10月8号举办一个双十节的国庆的这个酒会，那么邀请当地的一些知名人物参加，这本来是人家的一个庆典活动，但是中共的外交官呢，他就去干扰别人的这个酒会。他们干扰这个别人酒会，不简单拿照相机把当地来参加酒会的这些人员把他拍下来，准备对别人日后去找别人的麻烦。更重要是他们去辱骂台湾的外交人员，在辱骂的过程中，台湾的外交人员肯定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可能让你的，所以中共的外交官就直接就上去就打了。也就是中共的外交官实际上是打着领带、穿着西装、打着外交官身份的流氓。这些流氓在全世界他们的这个行径都是如出一辙的。大家在去年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大家都还有这么一个印象，也就是全球各地的这些小粉红、这些留学生，他们往往在香港学生举办的各种称香港反送中活动的现场，这些小粉红都是高骂你妈死了这些不堪入目的这些脏话的。为什么中国的小粉红是这样的？因为你中国的外交官就是这样嘛。中国的外交官在世界上任何场合，他们不顾礼仪，他们打了骂了，他们直接就上拳头的事，不是1次2次发生了。这个英国保守党举行这个年会，当时央视一个记者孔玲玲去打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大家还记得吧？所以说现在在斐济这种国家，这种小国家，中共更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面，直接在这个国家里面，外交官就直接动手就打了。那么外交官打伤了台湾的这个外交人员以后，现在台湾跟当地政府交涉，
当地政府就是斐济政府，他就解释说是中国2个外交官他有领事豁免权啊，他有领事豁免权，你就不能把他怎么样啊？那么按道理来讲，中共的外交官他在跟他建交的国家，到了别的国家领土上，他因为有领事豁免权，他就可以违反当地的法律，就可以大打出手，甚至他杀人放火都可以给他领事豁免。那么像这样的外交官，为什么跟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还会允许他继续在呢？这种外交官100%要驱逐，这种外交关系100%应该断交啊！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外交官，为什么他在美国他不敢这样去做呢？他知道美国的法律是绝对不会侵扰你中国这些外交官。你不要看你有什么外交豁免权，你到美国，你在美国公开的现场，你去打一个台湾外交官，你试试呢？当然了，中国在美国这么强大的民主国家他不敢，但是到其他的民主文明国家他们就敢动粗，他们不敢到伊朗，不敢到俄罗斯，不敢到北朝鲜这种国家，他可以去耍无赖，因为到了这种国家，这种专制国家，他去耍无赖，他去耍流氓的话，可能那个国家比他还流氓。中共清楚得很啊。大家记不记得前几年有一家3口到人家瑞典，在人家瑞典一个酒店里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登记那天晚上可以入住，他们登记的入住时间是第2天，他们就睡在人家大堂里面，最终人家叫他走时候，他们跟当地的警察大哭大叫。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吗？那个小伙子号称是中国清华大学的学生，你看看中国清华毕业的学生到海外，也就是这副流氓腔。为什么是这样流氓腔？你这个国家，你这个政府就是流氓嘛！你的外交官能够在人家斐济的公开场合去殴打人家台湾的外交人员，你说明你中国的外交官就是流氓。这种流氓红卫兵的态度就代表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是流氓，所以中国人就跟着政府学。这也就是一点都不奇怪，郭文贵为什么在海外掀起一个什么全球灭贼行动，都是用这种红卫兵义和团式的包围、谩骂和霸凌行为。因为中国政府就这么干的嘛，小流氓就学到大流氓，所以中国政府它在全球各个文明国家给别人树立的就是一个流氓形象，因此他派出来的人在全球各个会场，在全球各个公开场合所导致的各种红卫兵义和团的这种霸凌行为，毫无疑问来讲，就是中共这个大流氓他一贯操作的流氓手段。这种行为我们见得多了。那么台湾政府对中共呢，可以讲叫一再忍让，尤其是在海外各个文明场合，台湾政府和台湾的外交人员总是表现自己的文明礼仪，而中共呢，他就不怕文明，不怕礼仪，你跟他温文尔雅，他不在乎，他就跟你耍流氓手段。实际上，对于流氓，他只听得懂枪声，这些流氓只能是把他们铐着送进监狱里面。尤其是那些嘴狠的人，当你子弹打到他头上的时候，这时候他就不耍流氓了。所以中共就这种拉住胚。关键是全世界要醒过来，世界文明发达国家，你们要清楚你们在做什么。对于中共这种流氓行为，不可能让它继续蔓延下去了。因为今天他们可以在斐济这么一个太平洋的岛国，一个小国家去张牙舞爪，可以公开违背外交礼仪。他们的外交官可以公开的去殴打人家台湾的外交人员。明天他们这幕戏也可以到欧洲和其他文明发达国家去上演。那么对于这样的流氓，只有全球国际社会都对中共一致讨伐。这个讨伐不是嘴巴上骂一骂，而是要把共产党铲除掉。当共产党这个黑恶的政权在中国不存在了，共产党的专制在中国土崩瓦解了，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了，那么所有中共的这些流氓打手，他们必然会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中共这些沾满血债的领导人和他们这些在海外派出的大量的爪牙，不管他是打着外交官的身份，还是领受共产党使命拿着狗粮的在海外帮着中共干脏活的这些特务流氓间谍们，通通要把他们送上正义的审判台。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